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耳朵不同命不同吗？穷人耳和富人耳有啥差别？尽早了解。耳形厚实端正者，其人肾功能不错，如眼下卧蚕明润，人中身长宽阔，其人精力旺盛，又多智慧。试想，一个人如果肾气不足，做事纵然有心而无力，常常没精打采，又难以振作，这也是大家所说的耳朵不好，一生福气不旺的原因。今天我就来带你看看不同耳相的人拥有怎样的性格特点及财富运势吧。一、招财耳。一、提耳。根据名字我们就可以知道，提耳是整体看上去耳朵的形状像是被提起来的样子，一般位置高于眉毛。有提耳的人比较少，但是这样的人的耳朵是非常招财的，他们整理钱财的能力非常强，能看准时事，准确投资，比同龄人成熟稳重，因此有提耳的人一般都是人群中最出众的，往往少年就会成名。他们的适应能力也很强，一生的运势都会很不错。二、耳高于眉形耳朵。拥有这种耳朵的人，头脑好，能力高，注重形而上的意识及精神面的感受。所以，如果你没有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想以财富来打动他，那就想都别想哦。这样的人性格也比较的随和，看薄名利，但是财运却会自动的送上门来。耳朵最顶端高于眉毛的人，有着很深的福气，在贵人的帮助之下家财万贯，是大富大贵之人。三、耳垂圆厚。耳朵在面相中为福气的象征，耳垂长得越是厚实，则此人的福气也会越大，在面相中属于吉象。有此耳相的人，天生自带福气，能够得到父母祖辈的呵护，有贵人相协助，不用为金钱财运发愁，一辈子过得顺风顺水，就算是有困难也能够逢凶化吉，年纪轻轻就有所作为，日后必定能够功成名就，成为有钱人。厚耳垂的人身体硬朗，金钱运极佳，为人友善，人际关系较好，所以人生比较顺利，家庭幸福。四、招风耳。生活中所说的招风耳，是在正面可以明显看到人的两耳。耳廓突出者，主其人个性外向，倔强好胜，但聪明积极，自立心强，同时控制欲强，也会有在感情中较为强势。这种耳相的人，凡事都爱刨根问底，开始他们会给人一种虚心求教、好学好问的形象，可是慢慢的就会发觉他们喜欢探测他人的隐私秘密。自立心强，这样的人如果是领导，则性格会强势，比较容易批评人；如果是下属，则精明又能干。五、耳门宽大。耳门对外，在面相中主管一个人的蓄财能力，若是耳门宽大有形，则这样的人天生的聚财能力比较强，能够抓住赚钱的门路，对金钱具有极强的敏感度，尤其是在投资理财方面更加容易获得成功，生意兴隆，日子过得比较顺利。六、耳朵较大。耳朵较大的人天生比较机灵，洞察力过人，这样的人最适合做生意。若进入职场，大部分都是领导者，察言观色的能力非常强，心有韬略，天生会跟人打交道，贵人运极佳，一生财运亨通，能够创造丰厚的家产，家庭幸福美满。七、轮廓分明，肉厚。耳薄，轮廓不清，色枯暗淡之人，没有福气，童年环境恶劣，父母经济差，有离乡背景或借他人之手抚养长大的意象。耳朵轮廓分明，肉厚，色泽红润之人，天生乐观积极，为人生性随和，聪明能干，一生受福星庇佑，行事有条有理。而且这种人通常来说有顽强的意志力，有不服输的个性，
所以在各行各业里都能凭借一己长才而混得个出人头地。而因为这种投入的专注力，往往能在年轻时就崭露头角，一鸣惊人，极多凶少，后福无穷。2. 破财耳。1. 耳朵尖小。耳朵是肾气的外窍，若是一个人的耳朵长得比较尖小，则这样的人肾气不足，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也会有极大的影响，而且也大多数缺乏智慧，无论是做什么样的事情都是无精打采，自己也没有啥大的本事，一生都能以有大的作为，甚至自己靠苦力辛苦赚钱一辈子，最终也是一贫如洗，没有啥用处，遭到家人与伴侣的嫌弃，而且耳朵长得尖，寿元也不长。2. 耳朵颜色灰黑。在相学中，若是一个人的耳朵长得颜色灰黑，看起来没有光泽，则说明这样的人个人的身体比较脆弱，自己的精气神也不高，做什么事情都是半途而废，没有坚持到底的决心，一辈子都会过得比较辛苦，也没有啥大的发财本事，天生就属于劳碌命。但若是一个人的耳朵长得白润，颜色明亮发光，则这样的人天生贵气十足，拥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3. 耳朵长得低软。在相学中，若是一个人的耳朵长得柔软，而且高度低于眼睛，则这样的人能力不强，看问题也只会比较片面，非常的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从而使自己的财运破败，而且也赚不了啥大钱，一辈子都会过得窝囊没本事。而且耳朵长得低的人，则肾脏也低，容易得坐骨神经病，所以我们在相学中更是常常以耳高与眉为吉相，或是能够与眉毛齐平。4. 没有耳垂。在相学中，若是一个人的没有耳垂，或是耳垂长得比较低，则这样的人自身的运势不佳，钱财难聚，就算是有钱，也时常会出现破财天灾的事情，而且这样的人一生的事业也是多败少成，自己也没有啥大的本事，一辈子都过得比较辛苦劳碌，也赚不了啥大钱，日子过得贫贱辛苦，一副劳碌命，注定没有啥大的本事，成不了大气候。5. 开花耳。天生长有开花耳的人，耳朵形似一个盛开的花朵，不过却没有垂下的耳珠，看起来干瘪锐利，所以这样的人往往出身十分穷苦，父母无靠，亲属无依，凡事都需要付出比常人多数倍的努力，而他们的财运天生不佳，容易遭受破财运，即使出现发财的机会，也往往守不住财。6. 低反耳。天生长有低反耳的人，耳廓弧度较常人更大，上耳廓有倾塌的现象，目测耳朵较小且低于眉宇。这样的人往往个性鲜明，但是容易流于固执己见，不太听话，人生路上多半要走弯路，大大的错失发展的好机会。而他们的财运也相当差，存不住钱，赚钱能力也一般，一生若不修正个性，容易误入歧途。7. 猪形耳。猪耳名如其形，形似猪的耳朵，没有什么轮廓，耳形塌软，整体的形状大而有肉。猪耳的颜色没有光泽，比脸色要发暗，看起来有些不健康。拥有这种耳朵的人，一生庸庸碌碌，难富贵，没有长远的目标，只在乎眼前的安逸和快乐，压根不会为了今后的生活考虑。即使偶尔有一笔小财，也很快挥霍完，很难存住钱财。他们没什么上进心和追求，个性懒散，好吃懒做，显得特别颓废。在职场中，这种人得过且过，投机取巧，很害怕吃苦受累，换工作的频率很快，很难在职场中获得丰厚的钱财。他们私底下很懒，会将大部分时间花在悠闲娱乐方面，基本上不是躺在家里吃吃喝喝，就是跑到外面和狐朋狗友玩乐，这样肯定会耗费不少钱财，而且也没有金钱进账，
手头会变得愈发紧张。8. 小耳朵。小耳朵的人是个急性子，容易感情用事，并且感情细腻，意志不够坚定，个性冲动，心直口快，所以属于感情型人。小耳朵的人比较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判断力较差，很容易被别人的意见左右自己的想法。小耳朵的人理财意识较差，用钱无计划，会破财，难有积蓄，不太适合经商做生意。好了，今天的分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从耳朵形态看你一生穷富。正是因为每个人的形体特征都不一样，所以我们每个人才是鲜明的个体。就耳朵而言，每个人的耳朵都不一样，有大有小，有硬有软。在传统的面相里面，从耳朵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命运。那么什么样的耳朵形态命运好呢？什么样的耳朵命运又不太好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4种苦命耳朵。耳朵娇小。如果一个人的耳朵长得娇小的话，这种人大多情感非常的丰富和细腻，属于特别感性的类型，而且这种人大多缺乏主见，意志力非常薄弱，容易受到别人意见的影响和左右，自我意识不强，缺乏原则和坚持，而且心直口快，做事儿容易冲动，心性不定，喜欢率性而为，判断力比较差，花钱时缺少规划，不适合做生意，一生难有什么积蓄。薄耳肉薄。如果一个人的耳朵长得薄削无肉的话，这种人大多内心非常的敏感，对自己缺乏自信，而且心眼特别的小，喜欢斤斤计较，经常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而不能释怀，整天满脑子里操心着各种事情，精力比较差，赚钱的能力比较弱，一生只能听从别人的差事。而若是耳朵的轮廓长得非常好，但是耳朵较薄的话，这种人会赚钱，但存不住。耳朵无垂。如果一个人的耳垂肉部位长得又小又薄的话，这种人一般非常的有想象力，为人处事方面也特别的有人情味儿，属于那种性情中人的类型。不过这种人喜欢活在自己的幻想里，对于现实问题却不够关心和上心，做事儿缺乏规划，特别的情绪化，金钱运比较差，花起钱来如流水，容易因为自己的浪费而变得贫穷。耳软无骨。所谓的软耳指的是用手捏上去，耳朵有种柔软无骨的感觉。这种耳相的人大多内心非常的消极，胆量非常的小，而且缺乏自己的主掌，行动力非常的差，一旦遇到困难就会表现得六神无主，优柔寡断，缺乏判断力和决断力，并且这种人耳根子也比较软，做事不懂得把握细节。女人有此耳相容易遭到别人的哄骗，男人有此耳相性格软弱，容易妻管严。10种富贵耳朵。耳朵较大。相书中有云，耳门宽广，聪明豁达。如果一个人的耳朵长得比较大，耳门宽阔的话，这种人大多头脑非常聪明，而且心胸开阔，很有主见和想法，有着很强的好奇心和上进心，精力非常充沛，做事稳重而谨慎，头脑非常的冷静和理智，做事踏实，不喜欢抱怨，为人特别的有智谋，一生运势顺畅，定能有所成就。厚耳肉厚。耳朵厚大有肉，在相学中是健康和长寿的象征。若是耳后有肉，再加上内廓形状较好，整个耳形看上去结实有力的话，这种人一般为人处事方面很有气度和胆魄，头脑也非常的灵活，应变能力非常的强，做事懂得把握尺度，善于处理各种人际关系，能够经营起丰厚的人脉关系，事业上往往能有所作为，不仅能挣钱，而且还守得助财。耳垂肥厚。耳垂在相学中代表着福气和金钱运。如果一个人的耳垂长得肥厚有肉的话，这种人一般是很气充足，身体素质比较好，做起事儿来也特别的积极，精力非常的旺盛，而且这种人性格温和，待人宽厚，富有包容之心，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人际关系非常的好，身边的朋友较多，遇到困难时常有贵人
相助，事业往往能够做大做强，财富越积越多。4. 耳朵长。如果一个人的耳形长得较长的话，这属于一种长寿之象。这种人一般头脑非常的聪明，反应非常的快，而且特别的勤快，做起事儿来非常的小心和谨慎。不过个性太过保守，属于那种安分守己的类型，缺乏大的理想和追求，有时间还喜欢患得患失，一生运势平坦，人生也是平淡无奇。不过也可以享受到那种平凡的快乐，晚年可享儿孙之福。5. 耳朵外斜。所谓的斜耳指的是耳朵向后倾斜，贴着头，在相学中也称贴脑耳。俗话常讲双耳贴脑，富贵到老。长有这种耳相的人一般聪明，智力较高，处事非常的理智和冷静，很有规划，遇事不慌乱，考虑问题也非常的细致和周全，而且心性坚毅，即使遇到困难也会勇敢冷静地面对，从来不会莽撞行事，往往事业方面成就突出。但是这种人特别的喜欢批评人，也爱打听别人的隐私，人际关系不是很好。6. 耳廓突出。耳朵外层称为耳轮，内层称为耳廓。如果一个人的耳廓较为高凸的话，这种人一般性格比较的外向，做事积极，属于典型的实干家，而且头脑灵活，做事麻利，做事特别的勤快和主动，个人能力非常强，办事效率也特别高，一旦决定做某事，就会心无杂念地投入进去，在事业上能够一番作为。不过这种人太过的细致，做事容易分不清轻重缓急，而且特别的自以为是，容易得罪人。7. 耳廓分明。一个人的耳朵轮廓分明，代表此人聪明且悟性高。什么叫做轮廓分明呢？也就是正面一眼看过去分明，容易辨识，没有出现无耳轮或者无耳廓的情况。这一种耳相的人通常学历能力比较强，有潜力，无论做什么都容易取得成功，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能够做到用心的做到尽善尽美。平时在完成事情的过程中，即使遇到困难，也能够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去解决问题，悟性高，够机智。8. 耳朵贴脑。一个人的双耳在生长之时，若贴近耳后的皮肉来生长发育，正面不宜看到耳朵的轮廓，不会两耳外张，正面视之清晰可见。这一类型的人往往都能够有着经营以及理财的能力，擅长投资理财，以此来获得衣食丰厚的生活。自身的贵人运也是十分旺盛，能够得到贵人和朋友间的帮助，再加上自己的努力进取，必定能够发达，成为大富之人。9. 耳洞大。在耳相里，耳门是耳洞及其周旁位置，一个人的耳洞大并且够深，这说明了此人的智力发达，是一个有潜力的人。耳洞宽大并且深厚，这一种耳相的人才智高，灵感多且丰富，深受大家欢迎喜欢。这一类型的人要好好利用自己的优势长处加以发挥，就能够取得理想的成绩。而且这一类人的眼光够长远，志向大，一般都能够从事有发展潜力的行业，运用自身的聪明才能，能够有所建树。但这类型的人因自身的能力过强，高调行事风格，极易招惹小人，牵扯到是非问题，给工作带来麻烦。对于这样的情况，不妨佩戴一个桃运格灵龟刺锐吊坠来去除是非和小人，增强人际和谐以及带动事业的顺利发展。10. 耳比脸白。如果一个人的耳朵颜色是属于比脸部还要白的，这样象征了一个人手能握权威，耳白过面，这类型的人大多都能够在自己从事的领域树立有一定的威信，成为众人的领袖，尤其是从事学识研究、技术、科研这几方面的，更容易成为业界的能力权威。这一类型的人只要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便能够更容易攀升所从事领域的顶峰。我们的耳朵是主导财富的主要官格，一定要仔细的看看自己的耳朵到底有哪些特点，在生活中才能清楚的应对自己的运势。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2看一生运。耳朵有这几种特征：事业破败，财运少，晚年孤苦。很少人看面相的时候会注意观察耳朵，但是人的耳朵会显露出很多事情出来，当然也是人面相中不可缺少。
也不容忽视的部位。而且从一个人的耳朵就可以分辨出很多事情，比如说他们的运势、他们今后在事业上面的发展以及财运情况等。那么有哪些耳相的人天生命苦、无权无财呢？下面就跟我一起来看看吧。1. 招风耳。招风耳也是非常不好的面相。所谓的招风耳，就是耳廓远离后脑勺，像两只小扇子一样。这种面相的人虽然性格比较开朗，但是做事不够专注，而且缺乏打拼精神，过于安于现状，总是喜欢贪图享受，无法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招风耳的人耳根子也比较软，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立场不够坚定，总是会动摇自己的选择，给人一种墙头草的感觉，因此难以得到他人的信任与重用。招风耳的人也很容易招惹是非，因为大部分人争强好胜，喜欢口出狂言，而且说话比较直接，不懂得顾及他人的感受，常常会因为言辞不当而得罪人，也会给自己招惹很多不必要的是非和麻烦。招风耳的人一生福气薄弱，尤其到了中晚年时期，生活状态非常坎坷，晚景凄凉。2. 鸡嘴耳。所谓的鸡嘴耳，主要是指耳朵的最下方，也就是耳垂位置比较的尖小，如同鸡嘴一样，故称为鸡嘴耳。这种人一般性格比较执拗，脾气比较糟糕，而且非常的固执，不论是做事还是为人都不肯认输，决定的事情谁也改变不了。而耳朵最下端也称耳垂或地轮，代表了一个人的福气和聚财能力。这种耳型的人一般聚财能力比较弱，一生非常辛苦。3. 猫耳。所谓猫即耳朵的最上端比较尖长，耳朵最上方在耳相中又称天轮。常有猫的人一般心思都比较的细腻和缜密，不会在外人面前暴露自己真正的内心想法，并且生性多疑，缺乏安全感，除了自己不会轻易地相信任何人，对别人始终带着一颗防备之心，为人非常的吝啬和小气，并且非常记仇，一旦得罪了这种人的话，会想尽一切手段去报复，破坏性非常的大。4. 猪耳。猪耳的最大特征就是整个耳朵无轮无廓，形状看上去非常扁平，就像是一片厚厚的树叶挂在头部的两侧。这种人一般从小所处的家庭环境一般比较复杂，与父亲的缘分比较浅，童年时期会发生一些对他们一生影响深远的事情，从而让他们产生一定的心理阴影，所以导致他们性格较为怯懦，而且大多有说谎的习惯。5. 耳朵小，没有耳垂。如果一个人的耳朵比较小的话，这种人绝对与富贵无缘，因为在传统的相学当中，耳朵大是有福气的征兆。如果耳朵比较小的话，说明福薄。这种面相的人从小生活状态较为坎坷，根基薄弱，父母和家人无法给他们提供太多的帮助，与六亲手足的关系也不是很好。耳朵小的人内心敏感，性格顽固，喜欢钻牛角尖耳，无法接受他人的批评和建议，总是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当中，无法与外界友好的接触。这类人一辈子磕磕碰碰，属于典型的劳碌命，可是即便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却能得到想要的收获。耳朵小的人自命不凡，眼高手低，对自己的综合实力没有清晰的认知，导致这一生会经历很多苦难。6. 耳廓比较硬。如果一个人的耳廓比较硬的话，这种面相也是非常不好的。耳廓硬的人本身性格急躁，脾气大，情绪控制能力较弱，在与人相处的时候很容易动怒，稍微一点小事就会爆发。这种类型的人情感之路较为坎坷，在感情当中不善经营，也缺乏包容心，常常为生活琐事斤斤计较，导致
与另一半之间会出现较多的矛盾与纷争。而且耳廓硬的人性格偏执，认死理儿，只要是自己认定的事情，绝对不愿做出改变。而这种固执的性格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发展，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当中，都会遇到很多坎坷，也就注定与财富无缘。另外，耳廓硬的人健康也很容易出现问题，平时要多关注自身的身体情况。因为大部分人容易患上高血压、高血脂这方面的慢性疾病，需要长期吃药维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给经济造成不小的压力。7. 耳朵颜色灰黑，在相学中，耳朵以气色白者为佳，最怕耳朵颜色呈灰黑之色。耳朵白润，如果超过脸部肤色的话为最佳，也称耳白鱼面。这种人大多智商较高，有着很高的记忆力，而且肾气充足，身体健康，很有福气，也很有贵气，一生运势顺利，能够获得不错的名望、地位和收益。而如果一个人的耳朵颜色灰黑的话，代表着肾气亏损严重，身体虚弱，虽然也比较的努力勤快，但大多时候也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缺乏大智慧，思考力不足，收获往往与付出不成正比，一生劳碌。8. 耳朵肉多，耳骨不明显。耳朵肉多，耳骨不明显的人是完美没有自己原则的人，在遇到事情的时候，耳朵肉多，耳骨不明显的人总是会茫然无措，所以不管他们是对待自己的钱财，还是对待自己掌握的权利，他们都不能够自己胜任去管理，所以难免最后就会变得人财两空的境地，这是无法避免的。10. 耳骨外翻，耳骨外翻的人虽然胆子很大，但是比较固执，他们的钱财和权力上面会表现出异常的占有欲，但是往往会事与愿违，因为事情的发展不会依照任何人的意愿去发展，所以耳骨外翻的人因此失去自己的钱财和权力在所难免，所以他们的命运是比较坎坷的，并不会一帆风顺。11. 耳朵的中轮骨外翻，从耳相来看，耳朵的中轮骨外翻的人一般都会比较大胆，但是他们的出生是比较凄苦的，这就注定了他们悲惨的命运。他们的大胆会让他们不甘屈服于已有的命运，但是无奈的是他们没有钱财和权力的支撑，所以耳朵的中轮骨外翻的人最终也只能够迫于命运屈服下来。12. 耳朵过低，耳朵过低的人很现实，他们比较讲究的是现实中的物质生活，但是往往越是在意什么就越会失去什么，所以每当耳朵过低的人想要得到钱财的时候，他们却总是缺少财运，与他们梦想的东西擦肩而过，所以耳朵过低的人的财运不好，他们就是天生的无权无财的代表了。13. 没有耳垂，在相学当中，若是一个人没有耳垂，或是耳垂长得过小，则他们基本上都没有啥大的财运，在事业上的成就也不会是特别的好，而且在健康方面的影响也不会特别的小，在事业上将会很难会有啥大的发展，估计连基本的生活得不到保障，常常是吃一顿饱一顿，一辈子都会生活得辛辛苦苦，干啥都没有成就。15. 低反耳，一般人对低反耳是没有印象的，其实面相中低反耳是比正常的耳朵要低一些，耳轮是向外扩张的，整只耳朵是向前倾塌的，颜色也是晦暗不明的。这种耳朵的人在个性上是比较倔强的，好面子，是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会经常因为自己的固执而错过很好的机会，一生的磨难都是比较多的，很难有什么发财的运气，因此这种面相的人在财运上是不好的。16. 开花耳，开花耳，耳朵像一个散开的花瓣，耳轮有破损，不圆满，几乎没有垂珠，整体耳朵也没有什么肉，颜色就像枯萎的花朵。有这种耳朵的年，
年少家境十分贫困，与父母亲人的关系也不好，或者自有丧父丧母，成年后的财产也很难守住，晚年孤苦伶仃。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